天啊，太辣了！老兄，你说过你很能吃辣的。闭嘴，老板，再来20斤小龙虾。林先生，听说20年前美国人根本不吃这种中式麻辣小龙虾，那时候很多人甚至觉得它脏、奇怪、便宜。你是怎么把它做成今天这样的呢？林阿杰，老板，这周工资。老板，不对，老板，不对，不对，我这周干了6天，每天从上午10点干到凌晨2点，说好1小时5美元，这里只有70。你打碎盘子扣，你洗碗慢扣，你吃店里剩饭扣，你住我安排的地下室房租扣，你刚来美国什么都不懂，我教你规矩，这也要扣。老板，地下室漏水，暖气也没有，昨晚水滴了1夜，我被子都湿了。嫌差，嫌差，你回中国啊！新来的就是不懂规矩，在美国还挑，有地方住就不错了。洗碗的还想住酒店啊？我今年26岁，苦不是最难的。阿杰，到了外面别怕吃苦。妈，我不怕，最难的是别人把你踩在地上，还要告诉你，你连喊疼都不配。怎么不服？那是我1周的命，老板，少扣一点行吗？我妈在老家等我寄钱。关我什么事？林阿杰，我告诉你，在纽约最不缺的就是你这种人，没身份、没英文、没本事，你今天不干，明天就有人替你干。你这种人在美国连喊疼都不配。不是委屈，是恨自己没本事。这就对了，穷人嘛，低头有饭吃。妈，我不是怕吃苦，我是不想一辈子只吃苦。小龙虾，那是小龙虾，那是小龙虾。在老家夏天的夜市里，一盆麻辣小龙虾能吃到半夜，蒜香的、13香的、麻辣的、油焖的。可在这里，它被人嫌弃被低价处理。唐人街喝酒的华人，法拉比夜市的年轻人，还有后厨每天扔掉的葱姜蒜、辣椒边角料。你这种人在美国连喊疼都不配。你们不要，我要。你们嫌它便宜，我偏要靠它翻身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整条唐人街都知道，洗碗工也能把没人看得起的东西做成所有人抢着吃的生意。水还在滴，可我胸口那团火已经烧起来了。第2天，我照常去了金满楼。我没有辞职，也没有顶嘴，因为我知道，现在还不是掀桌子的时候。穷人要翻身，不能只靠一口气，还要靠钱，靠机会，靠一步一步把路踩出来。哎呀，手滑！他本来想看我发火，可我没有。我的眼神太平静了，像一锅盖着盖子的水，看着没动静，底下早就开了。这些东西平时都要扔，可在我眼里，这是本钱。便宜，
全拿走。 5美元，不可以。那不是半香虾，那是我第一次试着把命攥在自己手里。刷腹、减虚、去泥线，1遍、2遍、3遍。想做这门生意，第一件事不是好吃，是让人放心。 谁呀？大半夜吵什么？什么味儿？还挺香。麻、辣、鲜、香，像一把火，从舌尖烧到胸口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味儿。林阿杰，这些东西哪儿来的？厨房不要的边角料，我捡的。捡的，废料也是我的。老板，这些本来要扔，那也轮不到你拿。你一个洗碗的不好好洗碗，半夜学人做菜，是不是想偷我店里的东西出去单干？我没有偷，这是我自己做的。自己做，呵呵，就这玩意儿，哟，洗碗工要当大厨了。美国人都不吃的虫子，你拿来当宝？林阿杰，你是不是穷疯了？老板，你看不上小龙虾，不代表别人也看不上。你说什么？你说它是虫子，可我觉得它能卖钱。你说我穷疯了，可我就是因为穷，才知道什么东西有机会。好，有骨气。那我倒要看看你这锅虫子能不能救你的命。这一锅可能就是我1天，甚至几天的命。洗碗12小时，1周被扣到只剩70。可这一锅小龙虾，如果卖出去，可能就是我的路。明天去法拉盛，法拉僧的夜比唐人街亮。半小时过去，没人买；1小时过去，还是没人买。小龙虾这东西在美国也能吃？算了吧，不知道干不干净。这么一小盒5块，抢钱啊！新来的，这什么？小龙虾？虫子吧，在这儿摆摊儿，懂规矩吗？保护费20，我还没卖出去，那是你的事儿。行，今天算你新来的，明天再来，记得带钱。回家吧，中国男孩。哎，这味儿有点像国内夜市。麻辣小龙虾，尝一口，不好吃不要钱。怎么了？我靠，就是这个味儿，麻的、辣的，还有蒜香，真像国内夜宵。老板，来一盒。这是第1单，不是老板发的工资，不是被扣剩的零钱，是我靠自己做出来的味道赚到的钱。老板，你等等，
快过来，这里有麻辣小龙虾。老板，来2盒。谢谢。一整晚卖出3盒半，听起来很少，少得可怜。可这不是洗碗钱，不是低头钱，这是第一口被认可的味道。老板，怎么了？你明天还来吗？你还想吃？我室友也想试试，明天你多带点儿。来，我一定来。风还是冷，路还是长，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往地下室走，是往上走。第2天我带了8盒，第3天15盒，第4天20盒，1个小时卖空。老板，今天多带了吗？老板，能不能少辣吧？你们田老酒催。我知道这东西能成，不是靠运气，是靠味道。老板，2盒麻辣中辣。老板，汤能不能多放点？我回去拌面。可以，盒子拿平。先剥壳，蘸汤，再吃肉。有人要少辣，有人要多汤，有人带美国朋友来试。他第一次看见，原来味道真的能把人留下。老板，明天还这个点来吗？老板，就是他。最近有些客人吃完饭不点宵夜了，说要来这边买小龙虾。他有证吗？没有证还敢卖吃的？3美元，比隔壁便宜，都是小龙虾，别花冤枉钱。便宜2块，那试试吧。价格可以压低，可味道不能糊弄。这味儿怎么有点腥？辣是辣，但不香。老板，还是给我来你这个。趁热吃，便宜能让人走过去，好吃才能让人走回来。没有食品经营许可，不许摆摊售卖，赶紧收摊。是不是无照摆摊儿？如何合法销售？临时食品摊贩许可证、健康课程、检查。今晚没法申请了，先填表申请。这家挺好吃的，可惜了。他第一次知道规矩不是敌人，漏洞才是。年轻人，生意不是你这么做的。来我店里，把配方交出来，我给你每小时8块。别不识抬举，在纽约不是谁都能单干。今天我被查，是因为我不懂规矩，这个错我认。但你觉得我只能靠黑摊挣钱，那你看错了。你还想怎么做？下次我再摆出来，一定干干净净、堂堂正正。哼，堂堂正正，就凭你？就凭我？办理许可证，上完健康培训，接受卫生检查。我不懂英文，但我会查；我不会办证，但我会问。办证比他想的还难，表格看不懂。你得补齐这部分手续材料。我感觉不妥。去那边咨询求助。下一位。看不懂就记下来，不会填就找人问。还需要补交更多手续材料。我们停止办理业务。你英文都不会，还做什么生意？我在改。他一次次被拒绝，又一次次回来。你要办什么？卖吃的许可证。卖什么？小龙虾，我试过，有人买。你缺东西很多，食品安全课证明、摊位申请、卫生流程说明、食材来源。缺什么？我补。还有，你这个英文填错了。我可以改。你知道这些办下来不一定马上能赚钱吗？知道。那为什么还办？因为我不想再被人一句话赶走。我帮你看。别人学1遍，他学3遍；别人做题半小时，他做到凌晨3点。批下来了。谢谢苏姐。这一次他不是偷偷摆出来，他是把规矩摆在最前面，干干净净，
堂堂正正。小龙虾火了，先是在华人圈，后来是这留学生圈，晚了又排长队。再后来有美国年轻人也专门坐地铁来找他。他们说的不标准，可吃得很开心。可这条路刚烧起来，新的难题也跟着来了。林阿杰每天白天洗碗，晚上摆摊，凌晨回去熬料，睡3、4个小时，再去上班。人瘦了一圈，手上的裂口一直没好，可他精神越来越足，因为他的钱开始一点点攒起来了。他给母亲寄回去200美元。妈，钱我寄回去了。阿杰，你是不是很累？不累，妈，我在这边找到路了。可就在生意最好的时候，货源出问题了。原本1箱10几美元，后来20、30，再后来直接翻到50。忘记吗？现在大家都要，你不要。林阿杰把账算了一遍又一遍。如果涨价，老顾客会流失；如果不断货，他会亏；如果断货，他刚起来的摊位就会被人忘掉。那天晚上，他只买到半箱货，不到9点就卖光了。老板，没了。我朋友从新泽时过来的，明天还有吗？对不起。可他心里没底，因为货不在他手上，命也不在他手上。怎么没货了？我早跟你说过，做生意不是会炒一锅菜就行。你没店没仓库没关系，供应商凭什么给你好价？罗老板有话直说。配方给我，摊位并到我店里，我给你2成利润，货源我来解决。以后你不用风吹雨淋，也不用烹起来很诱人。可林阿杰知道，这不是合作，是吞。不用，你现在没货，没货就没生意，没生意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这句话扎得很准。老板，林阿杰，你别以为顾客排几天队你就成老板了。纽约这地方水深得很，你这样的人刚冒头就会被按回去。我知道水深，我就是从水底爬上来的。今天没货，不卖了。明天你能有什么办法？林阿杰没回答，因为答案他要自己去找。回到地下室，他一夜没睡。第1页写着味道，第2页写着合法。味道能留住客人，合法能让他站住脚，可货源决定他能不能活下去。这时他想起了一个地方，他忽然想起最开始看到的那个新闻，路易斯安那州小龙虾多到农场主发愁，纽约的中间商卡他，那他为什么不去源头？可问题是，他没英文，没车，没关系，也没见过美国农场主。就在这时，他想起一个人，唐大勇，一个去了南方的老乡。喂，大勇，我是阿杰。林阿杰，你怎么这个点打电话？你在路易斯安那，是不是能接触小龙虾农场？能啊，这边多得很。有些农场主还愁卖不出去。帮我联系。阿杰，你要多少？现在不多，但以后会很多。行，我帮你问。他知道自己该走一趟了。去路易斯安那之前，他必须请假或者辞职。老板，我想请3天假。请假？你一个洗碗的请什么假？我有事。不会是小摊没货，出去找货吧？林阿杰，你最近晚上摆摊，我不是不知道。我没有影响白天工作。假，不批。今天你要赶走，以后就别回来了。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像以前一样低头。我不干了。老板，现在知道说好话了。不是好话，你教会我，在纽约，没本事的人连喊疼都没资格，所以我现在去学本事。后厨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林阿杰，你会后悔的。不出去试试，我才会后悔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他没有老板了，也没有退路了。当天晚上，他坐上开往南方的大巴，车票是他咬牙买的，20多个小时，从纽约到路易斯安那。他一遍遍看自己的销售记录，他越看越清楚，这不是一时冲动，是一门可以做下去的生意。窗外的高楼渐渐少了，湿地、农场、水塘，一点点出现在视线里。大巴终于到站，
阿杰，你怎么瘦成这样？忙。唐大龙带他去见农场主。杰克看见林阿杰的时候，明显有些怀疑。你们在纽约卖小龙虾 ？Yes。多少钱？他没有商业计划书，只有一本旧笔记本。食材新鲜洁净，每周例行抽检，审批流程耗时漫长。他说他现在量不大，但想长期合作。他需要稳定价格，要活虾，要品质好的。杰克看不懂中文，但看得懂数字。那不是办公室里的手。他自己烹制小龙虾，自己做，自己洗，自己卖。以前还在餐馆洗碗。杰克带他去看水塘。好，这个好。他们谈了很久，价格、运输、损耗、付款。他听不懂的词，就让唐大龙翻译。如果死虾比例太高，可以扣款或者补货。这个价格比纽约市场低近一半，这是他人生第一份称真正意义上的供货协议。他说他喜欢跟真正干活的人做生意。回去的路上，林阿杰一直没说话。阿杰，拿到货源之后，你准备怎么办？先把摊位坐稳，再租个小店。野心不小。不叫野心，叫活路。很多人刚来美国的时候，都说要闯出来，后来都被现实磨平了。我哪里不一样？你眼里有火。我不是有火，我是身后没路。3天后，林阿杰回到纽约，第一批直沽小龙虾也到了。够新鲜。货到了，流程也不能少。那天晚上，林记重新开张，这一次他不怕断货了，虾更大，肉更紧。老板，今天虾大了，价格还没涨。货稳了，价格就稳。排队的人从街角排到了路口。价钱不变，性价比高。老板，他好像拿到新货源了。查，我马上问市场那边。小心烫。他把货源也摆在了规矩里，那眼神很平静，可意思很清楚。你卡不住我了。罗海生急了，辣椒、花椒、豆瓣、蒜蓉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，看起来都不稀奇。老板，差不多了。第一口很冲，第二口发腻，第三口就想喝水。照着做就是不对。试了几次之后，罗海生决定不偷学了。林阿杰，上车聊聊。有事就在这里说。这里面1万美金。1万美金，对那时的林阿杰来说太多了。配方给我，以后你来我店里做主管，我给你工资，给你住处，还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麻烦。他确实穷怕了，穷人看见钱不可能心不动，可他更清楚，这不是买配方，这不是买配方，是买断我的路。他拿了这笔钱，以后林记就不是林记。1万美金，够你换个不漏水的房间了，也够给母亲寄回去一大笔钱。罗老板，1万美金很多，但买不走我的命。林阿杰，你别后悔。走着瞧。林阿杰没有追，也没有骂，可那天之后，林阿杰更加努力了。真正的麻烦在半个月后来了。文章没有直接写林记，可配图里他的摊位一眼能认出来。消息传得很快。老板，上面说的是你吧？也有食材来源，可谣言最厉害的地方不是他有证据。当天晚上，林记摊位前的人少了一大半。算了，我不吃了。家里人说这东西不安全，别吃了。清洗流程在这里，货源也能查。可人一旦害怕，就很难听解释。那天晚上，林记只卖出20几盒。他没有生气到失控，也没有想去找人闹。阿杰，苏姐，如果有人说你脏，你怎么证明自己干净？把过程拿出来，让他们看。小龙虾本身很脏吗？任何食材不处理都脏，鸡要拔毛，鱼要去鳞，螃蟹也要刷。小龙虾不是不能吃，是不认真处理才不能吃。这下就说得通了。第一锅出锅后，他没有先卖。我做的东西，我自己先吃。我吃林老板小龙虾几个月了，从来没出过问题。他洗虾比很多餐馆洗菜都认真。信任不是喊出来的，是一点一点做出来的。我找人查过了，那篇黑稿很可能是有人故意给线索。
你不生气？生气？别人用脏水泼我，我就把水烧开。几天后，那份小报刊出了更正，而罗海生的餐馆也被例行检查。他没有靠吵赢回来，他靠规矩，把信任一点点挣回来。黑稿过去后，林记没有倒下，反而站得更稳了。摊子不大，规矩不少。可摆摊有摆摊的难处，下雨、刮风，许可证到点收摊，摊位可以赚钱，但摊位不是根，缺口18000。18000对现在的你来说不是小数。我知道。那你还想开？想。我以前以为只要能赚钱就行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不合法、没有供应链、没有信任都不行，所以没有店就没有根。那这18000去哪儿找？你敢让我去暴政你？借来的钱是压力，我想用生意自己凑，可他知道，光靠每天一盒一盒卖还不够快。那一晚，他又回到地下室，把账算到天亮。他不想白拿谁的钱，也不想卖惨，他只卖以后能兑现的东西。他第一次明白，顾客给他的不只是钱，是信任。第二天，临记摊位旁多了一块新牌子，给我来一张50的。这个不是捐，是以后抵餐，你看清楚再买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想以后还能吃到。第一张餐券卖出去的时候，他没有觉得轻松，反而觉得肩上更重了。预售餐券比他想象中传得更快，他不敢乱收，也不敢乱花，每一笔钱他都贴出来，给顾客看，也给自己看。这是别人的信任，不能碰错1分。钱还没凑齐，他先去见房东。你要租？我现在做小龙虾摊，想开一家正式小店。摆摊和开店不是一回事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把流程、货源、账目都准备好了。房东没有答应，也没有拒绝。问房东：“老板，那铺子不大，您租它干什么？”他想要根儿，我就先把根儿拔了。林阿杰还不知道，他想扎下来的地方已经被人盯上了。26000，比18000更重。第二天，他没有去找罗海生闹，他越不能把信任退。能把坏消息也贴出来，这老板可信。谢谢。越难的时候，他越不能把信任藏起来。我这张不退，我吃的是他的小龙虾，也是他的规矩。这一次帮他传出去的不是广告，是顾客。我一定兑现。顾客帮他把消息传出去后，临记的预售突然快了起来，钱越来越近，可压力也越来越重。还不够。照这个速度，再有几天就有希望。可越接近门口，越有人不想让他进去。让人去问问，餐券要是店开不成，钱怎么办？这钱收了这么多，万一店开不起来呢？信任刚立起来，不只是铺子，还有林阿杰刚攒起来的人心。谁担心？现在就可以退。我收的是信任，不是逼你们赌。我不退，不退，我也不退。他想用怀疑拆掉信任，可林阿杰用坦白又把信任定了回去。那天晚上，房东也来了，他见过想租店的人很多，可把坏账、缺口、退款都贴出来的不多。老板，开店了，记得通知我。谢谢，下一位。你这摊子比我想的稳。我可以给你留3天，3天后你能补齐押金和第一批设备定金，我就签。3天，太紧了。3天，11000多美元。是。林阿杰知道这不是冲刺，是一场硬仗。那天晚上他没有睡，要冲刺也不能乱。店开门我们就来。3天冲刺，从第一张限定餐券开始。限定餐券一挂出来，第一晚就卖得很快。老板，给我5张双人券，一人最多2张。越缺钱，他越不能乱卖。你这老板连赚钱都怕赚多了。找几个人去买。买了干什么？买完就退，退的越多，他越乱。多卖几张，多卖券，现在就给。钱送到眼前，也可能是坑。先登记，一人最多2张，退款也只退给登记本人。买个券而已，没必要这么麻烦吧？
这是保护买券的人，也是保护临记以后能兑现。该这样，规矩清楚，大家都放心。他想让预售变成混乱，林阿杰先把规矩立在前面。第一天结束，林阿杰没有先数赚了多少。第一天已经很快了，明天继续。第一天他没有赢，只是没有输。第二天他备了比平时更多的货，可傍晚雨下来了。有些风雨是天给的，有些人却等着看你被雨压垮。下雨也得吃饭啊！小心路滑。第一个人来了，第二个、第三个也来了。他撑住的已经不只是一个摊位。谢谢你们。这场雨没有压垮林记，反而把真正愿意等他的人筛了出来。别淋湿了，美元。可最后一步往往最难。明天之前把房东约出来，我可以多付半年租金。我已经给了他3天，他等不到。有些人不靠做得更好赢，只想用钱把别人挤出去。有人愿意出更高租金，还能一次付半年。我不跟他抬虚价，我只能给你真实账目、真实客流、真实履约计划。他没有钱去砸门，只能拿规矩去敲门。第3天，他以为自己要一个人冲刺，最后一天了，不能让你一个人扛。可这一次，顾客先到了。开火。最后一晚，林记重新开火。最后一晚，钱一笔一笔往上凑。我看了你这几天的账，不是借你钱，是正常供货账期。陈叔，账期我按合同走。有些信任，叫愿意给你一个账期。离签约只剩最后1610美元。差多少我补，不过以后这店我也算一份。罗老板，我缺钱，但我的店不缺主人。这笔钱不进账，那就按规矩来，我再买2张。他不要不清不白的钱，顾客就用清清楚楚的方式支持他。你撑不了多久。最后1610美元，不是砸出来的，是一笔一笔凑出来的。慢点拿，烫。开店那天，我们一家来吃。那一刻，账目板上的缺口第一次归零。他看见的不是热闹，是一个小摊儿用规矩攒出来的信用。谢谢，谢谢。慢走。明天上午带资料来签约。开店见，临记要有店了。他等了这么久，终于等到一扇真正愿意打开的门。第二天上午，林阿杰第一次不是来问价，是来签约。这些餐券是顾客信我才买的，我要写进开店计划里。你把这个也做成店里的规矩。这一笔不只是租下一间铺子，他终于有了自己的第1间店。有了店，不代表就能开门。清洗区要让客人看得见。摊位上立起来的规矩，他一条都没丢。老板，开业别忘了通知。这间店还没开火，但他已经有了临记的底子。验收前一晚，别人都劝他回去睡，差一点儿也不行。以前怕没机会，现在怕对不起机会。这一夜，他守的不是装修，是临记第1块招牌。验收那天，他比第1次摆摊还紧张。卫生流程没问题，可以准备开业。从地下室到这一扇门，他终于走到了开业前。开业前一晚，他没有先看菜单。你真把它挂起来了？没有这些餐券，就没有这家店。他第1天开门先还账，那盏灯亮起来的时候，林阿杰知道明天不能出一点错。试营业第1天，队伍比他想的来得更早。我来兑现第1张。第1锅，他还是让客人看着做。这味道，我等了很久。餐券不是结束，是他兑现承诺的开始。同一天中午，这厨房比很多大店都……罗老板有意见可以写，我们每天公示整改。有些店怕人看，有些店就是靠让人看才站住。第1天试营业，没有满分，但没有乱。杰哥，我们真开成店了。开成只是第1天，守住才算本事。这一晚，他把承诺临记不再只是一个摊名，
是真正开门营业的店。第二天，一个熟人又来了，从街边小摊升级成正规餐饮店。他问：“你怎么从摊位做到这家店？”不是我一个人做到的，我们只是想让经好味道有记录个家。故事，但真正留住人的还是那一锅认真做出来的味道。皇后区阿杰小龙虾餐馆收获食客们的喜爱。新闻播出后，林记第一次真正出了圈。大家按顺序点餐，餐券兑换在右边登记。有人叫他老板，有人叫过林记，还有人第一次叫他龙虾王。先把这一锅做好，人多起来是好事，也可能是坏事。杰哥，外面还有好多单，不够标准的，一只都不能下锅。今天只卖处理好的量，不加急，不偷工。他不是不想多卖，是知道一旦林记就会塌。客人多了，店里必须有人，也必须有规矩。不是洗给检察员看，是洗给客人吃。明白了，杰哥。他吃过没规矩的苦，所以不想让别人再吃。林记第一条规矩，忙到再晚也不能省流程。生意一火，找上门的人也变多了。林先生，我们想买你的品牌和配方，10家店，清洗流程谁手？流程可以培训，关键是趁热把规模做起来。更大的钱摆在面前，他第一次发现守住比赚钱更难。林记现在还小，不能3个月开10家。你知道这机会多难得吗？如果开出去的店守不住规矩，林记就只剩一个名字了。他拒绝的不是机会，是太快把自己弄丢。拒绝了速成扩张后，他反而想得更清楚。杰哥，你是说以后让我带一家店？不是带店，林记要走出去，不能靠一个味道，得靠一群守规矩的人。从这一晚开始，林记不只是开一家店，而是学着怎么走得更远。林记想走远，第一步不是开新店，是先让别人也能守住规矩。刚才差点漏了，发现问题不丢人，没发现才丢人。一个人能做好是手艺，一群人都能做好才叫规矩。真正的考核不在清晨，在最忙的时候。先复炸再焯水，别跳。先停10单，流程不能乱。晚高峰撑过去了，但林阿杰没有马上夸他。我一急就想快一点，差点把最重要的漏了。你今天最对的一件事，不是没出错，是差点出错时停住了。林记的规矩不是为了慢，是为了不在快的时候崩。会炒锅不算店长，敢为流程负责才算。店开起来后，他最怕的不是没客人，是货源不稳。以后分3个等级给你，哪个等级能做堂食，哪个只能做汤底，你自己定。不合标准的，不要因为便宜就收。供应链不是大老板才有。从这一天起，林记不只会做一锅虾，也开始管住每一筐虾。阿杰，社区美食节邀请林记了。机会越大，越不能把规矩留在店里。美食节不是去卖最多，是去让更多人看见林记怎么做。林记第一次走出小店，去面对更大的街口。美食节当天，林记没有搭最花的摊，他搭的是一眼能看懂的干净。他们不是慢，是每批都要处理完才卖。小龙虾王把他的厨房带到了街头，别人给他起了王的名字，他还是先守好手里这一锅。人越多越容易乱。杰哥，再卖下去处理不过来了。今天只卖处理完成的批次，卖完就停。他不超卖是好事，吃这个急不得。名气能把人推举，才不会让人摔下来。评审开始时，别人端上的是菜，他端上的还有一张流程表。鲜香麻辣，干净为上。评审看见的不只是味道，还有忙起来不乱的底线。民众优选奖由阿杰小龙虾店斩获。这是他第一次在纽约街头被这么多人记住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。他一直以为自己输给了流量，可真正让他难堪的是林记把他不愿做的事一件件做出来了。老板，要不我们也把后厨流程重新做一遍？先把厨房收拾干净。他能做，我也能做。从今天开始，全都照这个改。透明厨房、公开流程、排队规则、菜单结构，一个都不能少，不能少。老板，流程能照着做，可味道……美国人懂什么味道？他们看的是阵势。今天就改，明天我要让所有人都看见。明天开始，我才是正宗。罗老板，您为什么说这里才是最正宗的中国小龙虾？因为我做的才是真正的中国味道。我们不只是卖小龙虾，我们是在把真正的中华美食带给美国。
要吃最正宗的小龙虾，就来我这里。纽约唐人街一种来自中国的麻辣小龙虾正在吸引越来越多食客。咱们这周末就去常见家。看见没有？这才叫生意。太慢了，后面还有30多单。先用这箱，快！老板，这样味道会不稳啊。美国人吃的是热闹，不是细节。先出餐。它很辣，但不好吃。为什么它闻起来有鱼腥味？今晚让它看起来很神奇。老板，又有2桌要退。老板，客人说味道差太多了。别管评价，先把热度接住。这个逻辑就是蹭热度。阿杰做的小龙虾才是真正的美味。这个阿杰小龙虾才是味道很好的那家，临记才是真正来自中国的美味。杰哥，外面还在排，要不要多开一锅？我们要趁着这次热度，彻底把品质打响。今天数量有限，后面可能需要等下一批。热度会过去，口碑不能坏。罗老板，上周的钱还没结，先放货。就我这生意，能差你钱吗？这批货比昨天还差，不管品质，再这样下去，生意会更差。老板把所有钱都砸电视台了，我的工资都发不起了。要抓住这次小龙虾在全美风靡的机会，要根据当地食客的饮食习惯做一些改良，芝士压辣，分享感，切片方便。小龙虾可以不只是一盆菜。辣味要留，但不能盖住芝士。这2个先做到能复制。哇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汉堡，这个口感真的太特别，我确定我喜欢它。汉堡馅可以继续往下做。我的生日派对上一定要点这个，那才是最酷的派对。接下来，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店开遍全美。这个品类一定会风靡全美的，一定保证品质和标准化。想投资，一定要达到我们的标准。放心吧，林先生，我们有全美最大的物流中心，能保证所有货源的快速配送。我要的不是快，而是品质。我们看了你的计划书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我想我们可以开干了。你会成为全美最大的中餐品牌。我一定要登顶全美餐饮最高峰。开业当天，林阿杰，给我来个最辣的。这是扩大的第一步。这披萨简直太棒了！如果你不喜欢辣的，我们还有多种口味供你选择。当初没人要的虫子，如今开始被认可了。一座一座来。林总，林记龙虾已经在全掌美超200家门店了，阿杰龙虾汉堡和小龙虾披萨也打通了南美利的全部渠道，正在以稳固的速度向南美扩张。是时候回去看看过去的自己了。帮我安排一下车，我要去金满楼。林总，我们到了。那时候我连抬头都不敢。看见没有，这个林阿杰，当年就是我店里出去的。要不是我当初收留他，他哪有今天？他现在做大了，也该回来看看我这个老老板。做人不能忘本。阿杰，真是你啊！老老板可算把你盼回来了。你现在出息了，可不能忘了当年是谁给你饭吃。
你今天回来是该好好谢谢我。我今天回来不是来叙旧的。不是叙旧，那就是谈合作。好说好说。金板楼这处房产，我已经买下来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是这里的房东。这怎么可能？1个月后，你搬出去。？1个月？阿杰，你不能这么做。这金板楼我经营了这么多年，你让我往哪儿走？那我管不着。我给你1个月。阿杰，当年你刚来美国，是我收留你的。没有金杆楼，你当年连睡的地方都没有。你把我赶走，这么多人怎么办？他们都是同胞。金杆楼关了，他们都要流落街头。看在当年的份上，别把事情做这么绝啊！你说错了，要走的人只有你一个，愿意留下来的都可以继续留下。正式合同、正常工资、干净宿舍，一个都不会少。金满楼不会关，该走的只有你。这里以前是老板刚来纽约时住过的地下室。我终于在这里站直了。